喜欢钩织的朋友应该都听过祖母方格 （Granny Square），它是钩针中最经典、最受欢迎的编织技巧。今天要练习的是两种最基本的祖母方格织法。我们会需要美国3号或日系中细毛线、3.75毫米的钩针和7号环。第一个要练习的是无间隙实心祖母方格，主要会用到的针法是长针和长长针。先环状起针，钩织4个锁针当起立针，4个锁针是长长针的高度，我们把它当作这一圈的第一个角落。再钩织3个长针当作第一个边。这时候线圈可能有点松，不好控制，可以先拉紧再继续织。接着钩一个长长针，这是第二个角落。3个长针，这是第二个边。一个长长针，第3个角落。3个长针，第3个边。一个长长针，第4个角落。3个长针，第4个边。完成后，把线头拉紧，中间的圈圈就会缩紧。最后用引拔针连接到起立针上第4个锁针。因为第4个锁针的针目比较小，可以先让钩针穿过前线，再用钩针勾住里3往上拉，然后穿过后线。
第二圈也是先钩4个锁针当起立针。这里分享一个我会用到的小诀窍。刚刚第一圈用引拔针连接时，因为锁针的针目比较小，我其实花了一段时间才把钩针穿过锁针的针目。待会我会把记号环别在第4个锁针上，这样可以稍微把针目撑开，让钩针比较容易穿过。记号环除了可以在重要的针目上做记号，其实拿来撑开针目也很好用。继续在起立针的同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，这是第2圈第1个角落的一部分。接着在第1个边的3个长针针目上各钩1个长针。在长针的针目上要钩织5针，2个长针、1个长针和2个长针。这是第2圈的第2个角落。在3个长针的针目上各钩1个长针，按照角落5针、边3针的规律，钩织第3和第4个角落和边。钩织完第4个边后，在起立针前的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。最后用引拔针连接到起立针上的第4个锁针。因为刚刚已经别上记号环，锁针针目稍微被撑开了，所以这一次钩针会比较容易穿过针目。完成第2圈。第3圈同样先钩4个锁针当起立针，再别上记号环。
继续在起立针的同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，这是第3圈第1个角落的一部分。接着在7个长针针目上各钩1个长针。这7个长针针目是原本的3个长针，加上前1个角落的2个长针和后1个角落的2个长针合起来的数量。所以按照这个规律，每增加1圈，每一边都增加4个长针。在第2个角落长针的针目上钩2个长针、1个长针和2个长针。按照角落5针、边7针的规律，钩织第3和第4个角落和边。钩织完第4个边后，在起立针前的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。最后用引拔针连接到起立针上的第4个锁针。有时候锁针的针目真的太紧，可以直接拉住留在针目上的记号环，把针目稍微撑开，这样钩针就比较容易穿过。第3圈完成，这就是无间隙实心祖母方格的织法。第2个要练习的是最常见的实心祖母方格，主要用到的针法是长针和锁针。先环状起针，钩3个锁针和2个长针，当做这一圈的第1个边。再钩2个锁针，这2个锁针算是第2个角落。第1个角落会在第4个边之后才钩织。接着，第2个边3个长针，
第三个角落2个锁针，第三个边3个长针，第4个角落2个锁针，第4个边3个长针，把线头拉紧，中间的圈圈就会缩紧。现在要钩织的是第1个角落，这个角落的织法比较特别。从第2圈开始，每一圈都是从角落开始起针。如果这里直接钩2个锁针再连接，线圈就会从长针的针目旁边出来，而不是从角落的正中间。所以这里的织法是先钩1个锁针，这个锁针等同1个短针的高度，然后让钩针穿过起立针上第3个锁针，钩织1个短针，这样线圈就会从角落的正中间出来。第1圈完成。因为刚才钩的是1个短针，角落的中间现在有1个锁针的高度，所以起针只需要再钩2个锁针就能达到长针的高度了。起立针算是第1个长针，所以在角落的空间里，起立针之后要再织1个长针。接着在3个长针的针目上各织1个长针。第1个长针钩在刚才钩织短针时钩针穿过的同一个针目上，再继续往下钩2个长针。在第2个角落空间里钩2个长针、2个锁针、2个长针。
接着钩3个长针，按照同样的规律钩完第3和第4个角落和边。钩织完第4个边后，在第1个角落的空间里钩2个长针，1个锁针，然后让钩针穿过起立针上第3个锁针，钩织1个短针，第2圈完成。接下来主要重复第2圈的织法，不过4个边中间的长针针数会增加为7个，因为每一个角落空间的2边都会织2个长针，所以同一个边在下一圈时会增加4个长针。第1个长针钩在刚才钩织短针时钩针穿过的同一个针目上，再继续往下钩织。这就是最常见的实心祖母方格的织法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钩织新手的你有帮助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感受钩织的乐趣。